欢迎收看第989期北京不静音。我们今天继续为于朦胧发声。那么，Awards 联署的人数已经马上就要突破60万了啊！大家加油。那么今天呢，这是一期北京解构节目，我会分析的更细致一点啊，主要有3个重要的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我们是从于朦胧的亲人这个角度来看一看事情刚发生的时候，他们是如何接收到这个信息的，以及当时都发生了什么。那么这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觉得距离这个事件的真相，我们又近了一步。那么第二个部分，在此基础上，我们来分析北京警方为什么严控这个事情啊？为什么那么草率的就定义为是一场意外，以及最重要的，北京警方这么做的原因是什么？有这么几种可能性啊，我一会儿给大家分析。好，今天这期节目的最后一个部分呢，我会去分析啊。那么后续我们继续的为于朦胧讨公道 ，Justice for 于朦胧，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怎么做可能会更好啊？OK，首先啊，说到于朦胧的亲人呢，最亲的是这一位他母亲，对吧？很悲痛的，很多人很关心他现在的情况，并且呢有谣言说他遇害了啊。那么我目前接收到的信息是说他还是安全的，但是为什么没有再出来发声啊？要么就是悲痛了，很悲痛，对吧？要么就是被控制了啊，很难有这个发声的机会。当然了，也有可能呢，就是被恐吓了，就是自我选择，我就先妥协了，我先不发声了啊。那当然了，后续有没有可能他又被人当作棋子啊出来再去发声，去让这个事情降温，也是有可能的。之前我们都分析过，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那如果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呢，我们也不要去苛责他了，对吧？啊，他也非常的身不由己啊。那我们今天想说的于朦胧的亲人呢，不是他的啊，是于朦胧的表哥。那这位于朦胧的表哥呢，是不是真的？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首先，这是他的微博账号，叫嘟嘟的小胖肉。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发微博的时间非常的早啊，是2011年，也就是在于朦胧参加《快乐男声》之前了啊，完全没有名气的时候。那个时候呢，于朦胧演了一部微电影，叫《纵身一跃》。那么他这个表哥呢，就发微博去推荐啊，说快去看我弟弟于朦胧主演的微电影。然后还有人问他说你什么时候有个弟弟了？他还回复说啊，都是表弟堂弟。好，这是一个印证啊。那我们接着看啊，于朦胧跟他还有互动。我们看这张图啊，最上面看啊，这是嘟嘟的小胖肉，他微博下面的评论区。我们看最下面一条就是于朦胧的回复，说一只西高地小朋友，哈哈。啊，那如果这个不是他真的表哥啊，我觉得于朦胧就没有必要去回复了，对吧？所以说从这2张图呢，我们可以判断他这个表哥的身份应该是真的。那么这个事儿，于朦胧出事之后呢，他这个表哥呢，在自己的小红书上发了一篇文字啊，记述了他们家是如何收到警方通知，以及他们到了北京之后，警察是如何给他们交代的。那么这篇文字呢，连同他的小红书这个账号本身啊，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啊，没有内容了。但是这个文字存在，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首先上来呢，他说我是龙龙表哥，目前舅妈啊，就是他管于朦胧的母亲叫舅妈，他们是这么一个关系啊。还有家里几个亲戚都在北京，说在守灵陪着龙龙遗体，等待 JCSS 啊，这个就是警察叔叔的意思啊，在等待警察的最终调查结果，目前尸检结果还没出。这句话怎么理解？首先，当时是有遗体的，还没有火化，对吧？其次呢，括号里目前尸检结果还没出，这个是就是于朦胧的亲属们觉得会有尸检，正在尸检，是一个自己主观的判断，还是说警察告诉他们，哎，现在在尸检？
结果还没出。是哪种情况我不知道啊，我们都分析啊。然后呢，说他们这些人呢是11号深夜从乌鲁木齐落地北京就飞过去了啊。然后我们来看啊，他们是什么时候收到消息的？他们家里人呢，最早都是11号上午在媒体上看到的消息。那么当时他们都不相信啊，觉得是假消息。但是呢，还是这些人呢都跑到了于朦胧的母亲家去陪伴他啊。那他母亲也不相信。然后在11号的中午，他们收到了来自北京派出所的通知，那这就是真的了。那于是他们应该就是下午晚上就飞去北京了。好，我们接着看下一段。最早到北京的这些亲人呢，一下飞机就被于朦胧的经纪公司的人接走了，接去派出所了。警察给的信息那由于这些刚到北京的这些亲人们的岁数都比较大，所以有可能记忆有偏差。但是这位表哥呢，还是总结了10条，我们来看一看啊。第一条，警察把事件定性为意外坠楼，那这个定性就非常的早，对吧？这就是等于当天11号当天就已经定性为意外坠楼了啊，没有更多的调查，对吧？第二条，警察所述的事实经过与媒体报道基本相同，就是10号晚上，于朦胧跟3男1女加上于朦胧一共5个人，在阳光上东一个所谓朋友家聚会喝酒，到凌晨4点左右，说于朦胧进入卧室反锁门，然后6点参加聚会的人发现了于朦胧坠楼。第三条，11号早上是有遛狗的邻居发现了坠楼的于朦胧，那么报警时间是早上6点02分，但是这个具体的报警人是参加聚会的人呢，还是那个小区的保安呢，还是这位遛狗的邻居呢？这个表哥当时是不知道的那也就是说，当时这个警察也没有说了跟他们。好，第4条，警察对参与聚会的人都录了口供是有口供的那么口供是基本一致的这些参与的人都说是于朦胧的好朋友。但这里有一个括号说于朦胧的经纪人说于朦胧跟这些人根本不熟悉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但是这里所谓于朦胧的经纪人还不一定指的是我们一直以为的那位杜强。因为呢，有人传说于朦胧的经纪人呢，实际上是一位女的叫何小晶。那么杜强呢，只是一个助理可能是负责盯着于朦胧或者怎么样的这么一个角色他真正的经纪人叫何小晶，所以呢，但是这里面他表哥说的于朦胧经纪人说的这些话我们不知道他指的是杜强还是何小晶我们也在这儿打一个问号。好，第5点说于朦胧的手机是放在客厅沙发的，就是说他进门反锁门并没有带手机，这是非常奇怪的，对吧？我们都知道现在人手机是不离身的好，第6条说这个坠楼的这些痕迹这就不说了。然后第7条，并且对这个事发的房子周边的邻居还做了访谈这些访谈内容是什么？我们也很想知道好，第8条说没有毒品迹象，总共喝了3瓶洋酒，3瓶啤酒那么第9条说，第9条很重要大家看说楼道里监控拍到了他们上楼的画面，但坠楼处没有监控。那既然拍到了他们上楼的画面，这个画面警方肯定是有的，是怎么上楼的？是像网传那样说这些人绑架着于朦胧给他架上去的，还是于朦胧就乖乖的跟着他们走上去的这个画面要看，对吧？那如果警方没有问题，假设警方没有问题，那如果这于朦胧是被他们控制着上楼的，那警方就不可能说定性成是意外坠楼了，对吧？所以这个画面很有可能是一起走上去的。好，第10条，警察说我们可以做民事诉讼，那这也是一个重要的点
啊，这个是不是控制了警方的或者这些涉案的人所让警方传递给于朦胧亲属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说可以私了，可以赔点钱，结束这个事儿，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啊，我们都也先打一个问号啊，一点点分析下去。下一页说这个经纪人给我们反映的情况，那这个表哥还是没有在这儿说清楚啊，这个经纪人到底是指杜启阳还是何小晶？说一呢，经纪人说于朦胧和聚会的人根本不熟悉。当然了，就是我们要判断啊，就是首先经纪人具体指是谁我们不知道，其次这里面经纪人说的话也有可能是假话，对吧？好，那么经纪人说当天只有警车来，没有120过来，那就是现场判断已经没救了，是吗？然后经纪人说于朦胧酒量还可以，很有控制力，绝对不会喝到醉啊。然后就是说也没有什么工作的问题呀，也很自律啊，没有不良嗜好啊，没有抑郁症迹象啊，经济状况也很好，没有债务啊，等等等等。第6条很重要，大家看，就是说，就是当天啊，工作室发了一个新闻稿嘛，对吧？发了一个新闻稿，这个就是大家最早从所谓的官方渠道知道于朦胧逝世的消息的。那么说是经纪人他们在派出所的时候，这个新闻稿是警察写好，警察让他们发的，这是一条重要的信息啊。好，接着看啊，下面就是这个表，这些于朦胧的亲属啊，到北京的这些人啊，给了这个表哥的一些信息是以下4条啊。第1条就是这个于朦胧这些亲人啊，到了北京之后啊，警察要了他们所有人的手机号和微信号，酒店呢不允许他们自己订啊。第2条啊，警察让经纪人给于朦胧的亲属订好酒店，并且酒店的信息要告知警察，就是控制起来。第3条，于朦胧同在阳光上东的房子啊，目前是被警察给封住了啊，这个不让家里人进入，这条还是 OK 的，我觉得没什么太大的疑点啊。那么第4条，说于朦胧的手机和电脑也都被警察收走了啊，这个做这么一个调查，这也能理解啊。好，那我们就现在把他这个消息啊分析完了啊，我们怎么看这个事情？首先呢，于朦胧这位表哥啊，他还有一个女朋友，他们俩呢，在这个于朦胧出事之后啊，发了很多的微博，包括小红书。那这是11号，对吧？到13号的时候，据说警察上门去找他们，那就是给了一些威胁或者口头警告。那么他们于是就小红书啊，就这怎么说？有的人就注销了，有的是封号啊，反正就不再发了。那微博呢，后续也基本不发东西了啊，是这么一个状态的，也是被警察威胁了。为什么？对吧？我的判断啊，警方为什么这么快速的去把这个事情做一个定性，并且控制舆论，控制他的亲属发声？我觉得有4个原因啊，4个原因啊，别着急啊，我具体是哪种可能性我也不好说，而且大家记住了，很有可能这4个可能性是混合在一起的啊，就是比如说1也成立，3也成立，4也成立，加在一起。或者1也成立，2也成立，加在一起，或者就是单独的一个原因都有可能啊。好，第1个可能性，因为4中全会。那这个可能性就是我们排除说这个警方也有问题。我们先把这个可能性排除啊，假设就是因为4中全会，因为我们都知道北京警方在中央的各种大会之前的压力是很大的啊，不允许有任何的惊扰，不能出事情，所以出了任何事情，他们倾向于赶紧结案，赶紧结束，控制这个舆论的影响力，所以才会出现马上看看啊，大概看一下啊，就赶紧定性了，就是意外坠楼。然后把这些亲属啊，你们在这里，你们这个悲痛的心情能理解，但是不要在网上胡说八道
啊，你们这些账号别再说了，别再发言了，以这个大局为重啊，马上四中全会了啊，等等等等，这是第一种可能性。我不信啊，我不信啊，但是是有这种可能性的，对吧？好，第二种可能性就是北京这个警方啊，我们说再具体一点啊，是北京市公安局的朝阳分局，对吧？办这个案，因为是阳光上东小区是在朝阳区，那这个朝阳分局的人有问题，办这个事情，警方是有问题的，对吧？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呢，就是警方收了钱了，啊，于是快速结案，快速的控制这个舆情，对吧？收了钱了啊，具体收的谁的钱我不知道啊。那么我们就大家自己去猜测吧。反正害他的人，或者哪怕是意外造成他死亡的人啊，想要花钱摆平这个事情，警方是收了钱的，这是第二种可能性。第三种可能性就是警方收到了命令，要控制这个事儿。命令来自哪里呢？来自更高层，对吧？因为说这些人的家庭有什么红色背景啊，有人说他们关系通天啊，对吧？我一直坚持我的那个看法，就是这些人的关系不通天。为什么我已经之前分析过了，对吧？从这个舆论控制的一个力度和一个进展啊，以及有一些人为他发声，有一些人选择静音啊等等的，我们从整个的去分析，我觉得这些人的关系并不通天。那么好，我说的不通天是指不通政治局啊，不通政治局常委啊，不通中央啊，也许。那么好，这些人的关系能不能通北京市政府，通到北京市公安局，或者通到朝阳分局？这是有可能的。所以第三种可能性是，他们的关系啊，给这个北京市公安局或者是朝阳分局去递话，让他们控制这个事情。这是第三种可能性啊，当然也可能是他们认识更高的人，然后往下传达啊。你比如说，北京市公安局归谁管呢？北京市政法委，然后再往上归谁管呢？归这个公安部，对吧？这一层一层上去，有没有可能是从公安部的什么人下的命令？那也有可能，对吧？这是第三种可能啊，就是说有人命令警方这么去做。第四种可能性就是警方有人也涉案了。就是害他的人里边也有警方的人，那当然这警方就得想办法，也得保护自己嘛，对不对？所以这是四种可能性。那当然有没有说这四种可能性混合在一起了？就是比如说警方也涉案了，那么另外呢，警方呢也是为了这个拿四中全会当一个借口，对吧？跟家属谈也可以啊，跟这些媒体去通风，说，哎，这个事情你们控制一下啊，我们这个警方已经判断是这个意外坠楼了，你们就不要瞎写了，马上四中全会了啊，别惹事儿什么的，这是一个借口，对吧？所以可能性一是一个非常好用的借口，在四中全会之前，那么可能性二三四都有可能。那好，我们这时候就去扒出来了啊。那么这个北京市的公安局朝阳分局的局长是谁呢？是这位，大家看啊，叫毕波。他之前呢是等于今年的7月，他才成为了这个朝阳区这个分局的局长啊，当然也是这个党委书记啊，兼局长啊。那么在此之前呢，他是北京市顺义区的啊，也是这个职务啊。那同时他还是朝阳区的副区长啊，就这么一个人，毕波。那么如果是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有问题，那么大概率这个人就有问题了，对吧？那么这个因为只有他发话才能够有目前的这种效果吧，我觉得。如果只是朝阳分局下面的一个小警察，是没有这个权利的，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很有问题了。那么是哪种可能性呢？第四种可能性，他本身就涉案嘛，也有人在传这个谣言，对吧？对我们没有证据啊，只能打一个问号。那有没有可能是
他和这些涉案人员的关系比较密切呢？或者他跟涉案人员的父母或者爷爷辈儿是有某种提拔的关系，或者某种利益关系等等的，他接受了这个命令去保护这些涉案的孩子们呢？以及有没有可能是更高一层的涉案人，比如来自公安部的，有人传王小红给他的命令，对吧？我还是觉得，不一定。我现在严重觉得这个事情中央是不知道的。当然有人说了，那传的这么沸沸扬扬，外网都60万联署了，那你600万联署，中央也有可能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儿，对吧？当然，这个就是我们后面那个部分我要给大家分析的，这反而是一个机会，就是如果我们为于朦胧讨这个公道的话啊，一会儿说啊。那么当然了，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他并没有涉案，他也没收到什么命令，就是一个收钱了。那这些人都挺有钱的，是吧？包括天娱，那就更有钱了，想要控制这个舆情啊，给了一笔钱，让这个公安局赶紧结案啊，也有可能。所以我们综上所述分析啊，我觉得还是这个观点最接近真相的，在阳光上东小区那个现场，最接近这个事情真相的，最多的信息肯定是在警方手里，对吧？那么警方如何能够让警方有所作为，或者说如何我们能把警方内部的内鬼啊给逼出来，或者说把他们所隐藏起来的信息逼出来，因为现在没有这个借口了，对吧？四中全会结束了，这个借口不好用了。那么怎么逼他们出来？我觉得两个办法吧，因为海外这边能发声啊，力量什么的，反正大家继续努力就是了啊。我觉得国内呢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啊，就是广大的网友们啊，我看到很多人去写信、打电话，我觉得这个力度还不够。当然了，你要注意安全啊，但其实你只是打一个电话，要求警方公布这个信息啊，然后或者你做一些这个合理合法的诉求，对吧？这个是没有太大安全的，只是打一个电话或者写封信，对吧？但是提个醒，这个你去检举这个事情的范围，你就要跳过北京市政府这一层范围，因为刚才给大家看的那个碧波，对吧？是朝阳区的副区长啊，是这个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的党委书记兼局长啊，所以他能控制范围很大。那么北京市政府内部也是会更紧密一些嘛，对吧？这些官员之间，所以你要跳过北京市政府这一级，往中央去举报。虽然我不相信，对吧？我不相信中共，我不相信中央，会为大家主持这个正义啊。但是可以试一试，可以试一试，看看验证一下是不是他们的关系其实不同天。如果他们的关系只到碧波这一层，那这就是机会。你有可能去捅到他们的政敌那边去，把这个消息，对吧？你也有可能，因为他们在这个中央更高层的领导人眼里，你像碧波什么这些人就是狗了，就什么都不是了。所以舆情如果民意很汹涌，一直是给中央的一些部门去写信打电话闹起来，那么就有可能去责令啊，北京市的朝阳分局，你去重新要审这个案子，或者把之前的这些信息披露出来，这就是机会啊，这就是机会。那当然了，国内的为于朦胧发声的第二个办法，当然这个办法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啊，还是说啊，但是呢，我也不知道，呃，该不该这么做，就是于朦胧的亲人们啊，无论是他母亲还是这个表哥，还是他的其他的亲人们，
其实他们发声的力量会很大。就是在现在这个节点上啊，因为马上也要749天了，对吧？当然在这之前，他们肯定会被严密的去监管着，对吧？监控着。但是，比如刚才我们说的，他这个表哥还是有一个微博账号可以发声的。他们如果发声，就能够带动起支持于朦胧的人更大的信心、动力和热情。当然了，他们发声也是有风险的，对吧？所以我不鼓励，我没法鼓励说你们出来发声吧。我们理解他们的悲痛，理解他们的艰难的处境。我们只是分析这种可能性，就是如果他的亲人发声，这个力量会很大。但是可能他们亲人之中的声音也不统一，有的人可能真的被吓到了，比如说被警察威胁一下，被这个经纪公司也威胁一下，然后呢，觉得这个事情云里雾里的，好像没有那么简单，又觉得好像隐约的有凶手，但是凶手的关系又通天，我们斗不过他们，就算了吧，最后看看是不是赔点钱就算了。有一种这样的声音，在亲属之间，对吧？那当然了，亲属之间肯定也有人不甘心，也在想，那自己可能敢于发声，但是自己发声之后，会不会给其他的家人带来风险？这个可能也是他们家里面需要去讨论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我们就不多说了，只是说这种可能性。OK 我们差不多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做到这里。我觉得顺着这条线去继续的挖掘警方这条线去继续挖掘，可能我们会距离真相更近一些。好，感谢收看、订阅、分享。